大家好，我是北海道知识大安提。现在呢，在定山溪，哇，都封红了。好，昨天晚上呢，我们就住在后面的这间饭店，鹤雅集团的蒙利诺五大。那这间饭店呢，我其实算是非常的推荐的。如果对这间饭店有兴趣的，欢迎去看上一支影片哦。我们今天呢，就要来定山溪这边走走逛逛啦。定山溪这里最有名的，除了枫红之外，还有一样东西也非常的知名，就是定山溪的河童传说。那据说好像有15到20几只的样子，那我在官网上面看到是15只啊。我们今天呢就来尝试看看，把这些河童全部都找出来。15只河童听起来就是个耗时耗力的大工程，身上带点小零食补充弹药，这也是很合理的吧？这次非常感谢红布朗赞助单体旅行的粮食：盐烤3色坚果、低温烘焙非油炸、清甜香脆无漂白、3烤竹盐咸中带甜，保留了杏仁果、腰果以及南瓜子最初的风味。而除了礼盒，红布朗还特地做成了一盒21包的随手包，1天1包，让户外派的单体也能够迅速补充能量。影片一开始就来个广告，没见过吧？回归正题，这次选到秋日来到定山溪，当然赏枫是不可少的定番行程，但总觉得只有枫叶，似乎让这段旅程有点单薄啊。经过前一晚在定山溪温泉主街充满魔幻感的散步，昨天似乎看到了一只河童大王。那既然有大王，就代表有小弟，对吧？早有耳闻定山溪有着许多河童寄居于此。不如就随着赏枫的步伐，一只只的来把它们找出来吧。不过才刚出发没多久，连第一只河童都还没遇到，反倒是先看到了间才早上10点就大排长龙的面包店。环顾一下四周，去年来过的另一间排队名店雨之日与雪之日，不就在它的对面吗？难道排队名店会有什么特殊效应吗？秉持着好奇的心态，很幸运的停车场也有空位，不小心就先暂时忘却河童，来一探究竟吃的东西吧。这间位于定山溪的 X 库拉门修贝卡里。跟雨之日与雪之日相同，都是属于第一宝停留集团下的品牌商店，主打的就是面包。看来这整个街区应该都被他们集团包下来了吧？之前对于第一宝停留最有印象的就是他们的建筑设计风格，果然眼前的面包店在建筑设计上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温暖的木色，附近的红叶让旅人可以舒缓心情的足汤。大片的落地窗，无论面向哪面都能欣赏定山溪的枫红，随便取个景也能拍出很不错的照片。进入店内之后，领取面包的窗格设计也同样的非常精致，搭上里面各种华丽装饰的面包，真的会让人食欲大增。来到楼上的用餐处，看着下方排队的人潮，拿起面包一口咬下，这个味道还真的是很普通啊，只能说绝对不到好吃的等级，但也不难吃啦。味觉的层次上实在是太过于普通，以至于完全搭不上装饰上的那种华丽感，更不用说眼前排队的人潮与美丽景致了。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确实会让人有点失望。可惜啊，可惜。在让人有点失望的面包之后，心中想着，该不会这就是河童的报复吧？果然不能偷懒啊！马上迈开步伐，开始今天的河童寻找之旅吧。在保停留区域的不远处，有个景台公园。找到你啦！第一只河童 Boy 轻松入手，看来只要锁定大致的地点，然后往水边找，
应该就可以轻松发现它们的身影吧。好，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定山溪的水库，后面是它的大坝的下方。那这边呢，听说有3只河童藏在这边，我们来找一下吧。相较于附近著名的赏枫名胜风平峡水库，定山溪水库显然就乏人问津了些。就连来过定山溪无数次的丹提，其实也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要不是河童赏的原因，可能也不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地点吧。路上似乎也有些樱花树的样子，看来明年春天的赏樱地点已经决定好了。跟着靠水走的想法与Google地图的强大，顺利的阿拉伊卡米、哈哈多口、欧卡帕、乌达乌卡巴4只河童顺利的被收入相机之中。用车子找真快，而且他们都被乖乖登录在 Google 地图上了。谷歌就是神啊！抱着似乎比想象中还要简单的心情，跟着导航就来到了定山溪附近不远的小金汤。温泉同样是水嘛，看来河童也是喜欢温泉的呢。小金汤，哇，这感觉是千年古树。那在古树的旁边呢，就有一只河童啊，阿索布卡巴正在玩。不过在旅途中，如果没有碰到点考验，那整趟旅途似乎就稍微有了那么一点的不完整。在拿翘后受到制裁，抢先立旗的通常就是这么个结果吧。在小金汤温泉的入口处找到阿索布卡巴之后，剩下的卡帕伊莫口可以说是让丹提绕了又绕，绕了又绕，绕了又绕啊！明明小金汤温泉就是个小小的钱汤区域，但怎么找就是找不到这只特别的河童，甚至还一度怀疑它是不是躲到建筑物内了，一定要花钱泡个汤才能够看到呢？不得已，只好拿出手机，借尔蒙 Google 大神了。经过大神的一番开示，总算在小金汤温泉的最深处发现了卡帕伊莫口的身影。找到你了，很难找呢。不是啊，那个照片根本乱拍，这背景跟那个背景完全不一样，好吗？从早上到现在，看了不少河童，竟然唯有它有着池塘供奉，还有人丢香油钱呢。看来应该真的是只很特殊的河童大人咯。只是有点难找。大家看看，这就是枫叶季假日的定山溪，哇，有够多车的。前面那边我记得就是观光协会了，那边有一只，这只叫做伊丹啊，离开小金汤温泉区，作弊的再度请 Google 大神开示，丹提也顺利收服了在便利商店对面的伊尤达纳与大小建筑汤的卡巴达罗的照片。而躲在红叶片片大桥公园中的米兹给，自然也是无法躲过现代最高科技卫星的法眼。在卫星引导之下，剩下的应该都在温泉主街与二间公园附近了吧？在桥的下方，真不好找。
而找寻到现在，丹提有件事是特别的纳闷：说好的河童传说呢？在已经找到10几只河童的雕像之下，完全都没有这些河童们的故事，而只有他们的名字与作者名。好像哪里怪怪的。在丹提的印象之中，丁山溪好像有个男子在风平川边钓鱼，结果不小心掉到河里，众人遍寻不着1年之后，这位男子呢，托梦给他的爸爸，说他被女河童看上了，所以进入河之中，现在跟河童们过着幸福快乐日子之类的传说啊。但在上午河童们的附近，却完全没有相关的故事。几经检索，原来是商业竞争下的创造物啊。好，最后3只呢，应该就在这个二建公园里面。那这个也算是定山溪最有名的赏枫景点。那我们就一边赏枫，一边找剩下的3只河童。有一只不用找，一只超明显的，马上就会看到，每次都会看到。为找寻到的拜跟游喜亚入州卡巴留个纪念，我们继续前往今日的最终区域——定山溪闻名遐迩的二建公园。一路上就来说说这个竞争下的传说吧。其实，在当初1964年间，登别主打了鬼与地狱的地狱祭典，而那时的定山溪也是以温泉为主体的观光区域。定山溪的地方协会就想，那我们有什么呢？想着想着，同样属于妖怪一支的河童就这么诞生了。在河童祭的发想之下，要赋予一个祭典生命，就必须要有背景与音乐，一个虚构的故事，再由当时的知名作曲者写成一首卡巴音头，这个拥有生命的河童祭典就这么的被创造出来了，并且陪伴着定山溪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年头。前面就是有名的二建吊桥了。OK， Kolo 与河童大王也顺利的收入相机了。不过这样子的河童祭典，在经过经济萧条与定山溪区域的人口锐减之后，如今也已经不再举办了。但即便没有了热闹的庆典，这些当初由雕刻家们所创造出来的河童们，至今仍然尽忠职守的待在他们原来的地方，欢迎着来到这片温泉街的观光客们。原来最后一只这么好找，就在二建吊桥的终点。慢慢的走过二间吊桥，来到被创造出的河童之渊，我们看到了最后一只河童啊，一大一大，这个名字，好，名字虽然有些趣味，但我想这些默默坐落在定山溪各个角落的河童们，本身应该早已成为了定山溪发展的传说，并且为了这片土地，长久以来注入了自己的灵魂，支持着这里的一切。所以，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我想他们都会为定山溪持续的努力着吧。结束了河童之旅，我们来到定山溪二建吊桥的下方。比起熙来攘往的二建吊桥桥面，桥下的溪谷是丹提认为欣赏定山溪之美的最佳之处。在午后阳光的角度衬托下，一片金黄溪谷中那抹耀眼的红，
潺潺流水声中坐下来吃点小零食，绝对是对完成这趟河童传说探寻之旅的自己所准备的最佳礼物了。自己来啊，单体我蛮喜欢吃坚果，因为它热量高又不油腻，可以止饿，对身体又好。刚刚那个没有人的小凹槽呢，其实就只在2间吊桥稍微再走过来一点点而已。好，那我们也吃饱喝足啦。今天的影片呢，也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定山溪呢，绝对是你来到北海道秋天必访的赏枫名胜之一。希望大家明年秋天都有机会可以过来走走，找找河童哦。那我是北海道知识单体，我们就下个礼拜下个影片再见喽，拜拜。会员宣传时间，点选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就能知道单体会员都在 B 下面吗？无论你是喜欢我拍摄的图片，或者是单纯想成为干爹，请喝咖啡，都欢迎点下眼前的按钮。放心，绝对不会爆炸，只会获得单体满满的感谢。